急需要用钱去医院救命呢，活人证明不了我爹是我爹，要他的担架带老人来银行来验明正身，你非得用担架担到柜台来办理业务吗？只有我爹死了才能证明我爹是我爹，人都快不行了，老百姓的命在你们的银行政策面前、制度面前，在你们的守规矩面前，那命都是个狗屁吗？如此统一的残忍和冷血的呀！老百姓的血汗钱存到了银行以后，为什么就没有了自己存取自由的话语权呢？我姑妈是糖尿病，已经把脚摔断了，有点瘫痪状态。正好她有一个5万元的从单已经到期了，就让女儿去把这个钱取来，去外地医院看病。她女儿已经告诉她身体情况极度不佳，银行就说那没办法，你本人不来就这个钱就取不了。说2个人就容易把她抬到银行。我姑妈在里面弄了1个半小时，一直没弄好，明显的人就不行了。110过来急救了半个小时，就当场宣布死亡。我们都知道《西游记》取经要经过9981难，没想到当今的中国取款也要经过9981难。《西游记》里的师徒几人最后都上了西天，这位中国老人也去了同样的地方，他也上了西天。因为取款的时候需要进行一个人脸识别，所以呢，老人需要做出抬头、摇头、眨眼等等一系列的动作。但是老人因为已经病重了，所以他很难去完成，勉强完成的又过不了关。后来呢，老人感觉到身体不舒服，家属把他带出去，想说透个气，结果当老人被抬进去的时候，难道这个银行就只知道要按死规矩办事吗？对于在场的所有人都不会感到害怕吗？当然，我不是说老人要去寻仇啊，而是说在这样的制度下，人是小于规章制度的哦，没有人性化的。你好，给我取100万现金。你好，先生，您这边取100万现金是要干嘛用呢？取钱，你们还问我干啥用啊？是的，我买保险柜啊。但是买保险柜也花不了这么多呀。你管我呢？我花不了多，我把钱买了放保险柜里面嘛，比放你们人好啊。你取自己的钱，还得跟银行报备你家的家具配置，他还会关注你这个到底买了多少钱。是这样子，先生，实际上您钱存在我们银行是最安全的。别扯了，我都不想说你们看啥办事效率，命短了来你们都不能办业务。我早上9点来取的好，现在都11点半了。你4个窗口你开一个，每次来干啥呢？几个窗口在那边干啥？大家斗地主，还是风水不好不能开啊？是这样子，先生，您先别激动啊。什么不激动？我不需要听你解释，就是每次来找你办个事，就跟审犯人一样，问我钱哪里来的，取个钱还问我干啥用呢？不是给你花的。前面想要取款的人都还是比较有耐心的去回答问题的，大家应该会觉得很奇怪吧？为什么他非要到柜台呢？那线上转账你给我限额，稍微转多几笔，你说我交易频繁，限制我交易，叫我来柜台转账，我都搞不明白，明明我的钱搞得跟抢的一样，你们是不是很搞笑啊？是这样子，先生，其实我们呢也是为了客户着想，因为现在这个网络诈骗呢确实非常多，那银行这边多一点风控的诈骗账户你们管不到，涉黑的诈骗账户你们也管不到，反正老百姓都被你们管得死死的，动不动限额，动不动锁卡，该管的你们不管，不该管的就在瞎操心。我都让看透了，钱在自己手上最安全，存你们银行那里到底是谁的还不一定呢。先生您说笑了，这个钱在您名下当然是您自己的钱了，那你就给我取出来嘛。但您这个属于呢是大额取款，您需要提供一下这个取款的用途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买保险柜啊，剩下钱我放保险柜里不行吗？那如果是大额的话，您得提前预约，但今天实在是取不了，抱歉。那我现在预约行不行？明天过来取。这个是这样的，我现在还不能跟您确定，要不您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，我这边确定好之后，我第一时间通知您。我觉得跟你们打交道真的是孙子活成了爷爷。这笔钱呢，虽然理论上好像是人的钱，老百姓实际的体验非常像一个没有资格使用它的，像租客一样，要用的时候却是由别人来决定要不要给你用，干脆写几个字贴在墙上好了。此钱存进银行即为公务，他到底是在防你诈骗，还是怕你活得太自由？那些互联网诈骗的，真的有因为说出钱的用途而保下了一笔钱的吗？三小妹确实很想知道啊，拿自己的钱还拿得有了屈辱感。在台湾取款的时候，你是个客人，银行呢是你的金融服务者。在中国的时候，银行的自我认知、自我定位就已经完全不同了。你去取款，你是个嫌疑人，银行呢是公安的延伸，是监视器，是病毒的防火墙，怕你乱投资。有一句武侠台词怎么说来着？宁可错杀1000，绝不放过一个。于是呢，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要取自己的钱，就像在领取特赦令一样。女子骑车跌倒，被困在车内，路人却漠视无人，敢上前搭救。女子无助地看着身边过往的行人和车辆，多希望有人来帮自己一下。曾有救助他人却被讹诈的案例，让人不敢轻易出手啊！社会是一个整体，人跌倒了扶起
起来很容易，人心倒了却很难被扶起来，非常的可悲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现在中国人在想什么？他们怕的是什么？自己有良心，但他们害怕对方没有良心。他们在看到有人摔倒的时候想过要去扶，但是又怕他站起来之后把自己告了一状。像之前我在台湾，当时坐在里面有一个老人家，他摔倒了，他是那种坐在椅子上脑袋突然之间就撞倒的那种，后座的男生立刻马上站起来就开始想办法。刚看到那一幕的时候还一瞬间以为这是他儿子吗？直到他的老伴出现惊呼了一声，这个青年人跟服务员把老人家交给他老伴的时候才意识到，原来他就只是在餐厅就餐的一个普通人而已。而且当时呢，那边一些人已经站着围过去了，他们有的是在旁边候着，想说还有什么要帮忙的，其他的人坐在座位上也会全部都关注那个位置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大家都非常着急。但是在影片里啊，我就没有看到中国人有这种万众齐心的感觉。三小妹是相信人性还是有优点的只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风气下，更多的人只能够瑟缩起来，毕竟他们想帮，但是他们不敢，他们承担不起自己微薄的存款还要去赔给别人的那种担忧，这是一种无力感，甚至还成了一种正当防卫。有人可能会说啊，那是不是拿一个相机录着就行了？先打开手机录像，再去扶摔倒的人，能不能够防止被讹诈？不能，绝对不能，因为冤枉你的人比谁都清楚你是被冤枉的，就算有监控来证明你的清白也没有用，他就是隔三差五的去你的单位，去你的家里闹，这种无尽的折磨你受不受得了？三小妹又去找了律师相关的短影音，我们来听一下，到底在中国遇到有人摔倒应该要怎么办？律师教你正确做法，不要急于扶起，救助者应询问老人跌倒情况及其经过，救助前做好取证，最好寻求第三者帮忙共同施救，留作证人。救助时要拍摄记录现场原状、施救过程，来做日后维权的证据。提前观察周边是否有摄像头，这是证明自己清白最有力的证据。他只是输了一盘棋，就被父亲直接踹飞。像这样的惩罚，每次比赛结果不如人都会发生。这个长期遭受家暴的孩子朱红新今年才9岁，而他7岁时就以9战9胜的战绩拿到了幼儿组的冠军，是个妥妥的围棋天才。有次朱红新在输掉一局比赛后，当场就被打得爬不起来，现场有别的家长想要劝阻，却遭到了朱红新的父亲言语辱骂。5月19日这一天，再次惹怒了父亲，无助又崩溃的朱红新从楼上一跃而下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刚刚一闪而过的时候，三小妹有注意到这个小男孩他瘦得不像样，查了一下他的家庭背景，他的父母已经离异了，他从小就是跟着他的父亲一起的，他的父亲会这样子殴打他，想必也是这样子殴打他前妻。这个小孩已经可以确认，只要好好培养，他一定能够在围棋这一方面做出一番成就的。但是呢，现在他却永远的离开这个世界。也许大家会感到惋惜，没有母爱，没有父爱，他一个小孩又要忍受疼痛，可能还有忍受饥饿，各种的精神摧残。他的父亲固然有错，而且是最大的错，但是呢，既然当场所有的家长都能够看到这个情况，老师也能够看到这个情况，似乎还是缺少了一个能够帮助他的，在台湾药局的工作人员都会去留意这种事情，但是这个小男孩同班同学、父母、老师都没有人能够帮他，哪怕是早一点为他报警，或者哪怕他们会让自己的小孩要更多的去关心他，是不是这个小男孩还会有一线生机，还会觉得这个人间是美好的呢？他为什么会跳？答案呼之欲出，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对于他来说太残忍了。近日啊，有另一位男生，他的家庭关系还是蛮好的，结果我儿子走了，3点50分的7点半的给我打电话。其实现在殡仪馆你看到都有点晕。5月20号，重庆对外经贸学院发布情况通报称，19号下午该校发生了一起学生坠池事故，遇难者是一位男生，来自该校外语外贸学院1年级，当时刚上完体育课，他和另一名同学一起去归还器材，在学校操场旁的篮球场边不慎掉进了化粪池。那么深的一个化粪池，仅用了一块木板，还盖上了绿草皮，连警示标语都没有。事发时，该化粪池涉事井口存在重大安全问题，校方对此负有严重的安全管理责任。从3点
点半到7点半，这个男生的父亲才接到通知。三小妹翻了一些抖音的留言，是说校方一开始并不去报119，因为怕对学校有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，所以他们自己在打捞，但没打捞起来，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。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，有多少时间是拿来抢救，有多少时间是拿来想对策。他在化粪池里面苦苦挣扎的时候，他的父母还以为他在学校正常上课，没想到学校用一块木板和一片绿草皮帮他设置了一个无声的坟墓。那块木板盖住的只是一个化粪池吗？它盖住的实际上是校方工作人员对于生命的漠视。如果我是这个学校的负责人，我会半夜突然惊醒的爬起来，坏，如果这个化粪池不小心有同学掉下去怎么办？可你们呢，应该睡得很香吧？好啦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边。人生路漫漫，三妹来相伴，记得帮三小妹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